有一个特别精彩的故事，时光穿越80多年，来到1934年。那时，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一位考古学教授手握一份特殊的礼物——英国考古队在巴比伦挖掘的5块泥板。他解读了上面的楔形文字，你猜猜上面写了啥？别以为是什么枯燥的历史记载，其实是一位名叫达巴希尔的巴比伦奴隶的真挚自白。这家伙就像在写日记，详细记录了自己如何妙手回春，居然还一举致富。教授夫妇身上背着一大笔陈年债务，突然发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还债秘籍，当然得一试。于是教授夫妇借鉴达巴希尔的招数，竟然成功甩掉了债务的包袱。达巴希尔还债的这个故事源自《巴比伦最富有的人》，书里还有更多有趣的故事，都是关于如何聪明理财致富的。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本引人入胜的书。你好，欢迎来到意林读书，每天一本好书，带你踏上思维与财富的双重升级之旅。这本书的作者是乔治·克拉森，他可是20世纪美国商界的传奇人物，也是个理财大师。从1926年开始，他陆续推出了一些教人理财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通通都是用寓言和故事的方式呈现的，读起来就像听祖父母给你讲一个个令人感动的童话。其中最火的就是《巴比伦最富有的人》了。近100年来，这本书激励了无数普通人踏上致富之路，许多公司、银行、保险公司都纷纷购买，发给员工看。虽然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作品，但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至今仍然畅销，简直是西方的致富圣经。因此，克拉森也被誉为现代理财教育的开创者。在书中，克拉森讲述了巴比伦几位超级富豪的成功之道。其实秘诀并不复杂，你只需明白2个小道理，一个是储蓄，一个是投资。嘴上说着容易，但真要付诸实践，可得绞尽脑汁啊。接下来，我们将从如何巧妙储蓄和投资2个角度，给你讲解这本引人入胜的书。第一部分，我们先来说说储蓄。说到储蓄，估计很多人都会说，这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吗？当然是收入越多就能存得越多，但如果收入不多，又要坚持存钱，就会降低生活质量。但本书却不那么认为，书中反复在强调一个观点，如果你愿意把收入的1/10存起来，那么就已经踏上了致富之路。从本书几位巴比伦巨商的经历看，这个方法便于操作，而且还很有效。阿尔卡德像巴比伦许多青年一样，靠给别人打工生存。他在记录馆当抄写员，每天长时间的工作，勤奋地在泥板上刻下楔形文字，周而复始，月月如此。他努力工作，得到的报酬却少得可怜，而各种开销又耗尽了所有收入。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熟悉？我们很多人从学校毕业后的前几年，如果找的不是高薪工作，基本上也是月光族吧。作为巴比伦的好小伙，阿尔卡德人穷志不短，他始终有个致富的信念，苦于一直找不到方法，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放债人奥加米什。这位巴比伦的有钱人告诉阿尔卡德一个好办法。奥加米什说，当我决定把收入的一部分存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你也可以这么做。年轻的抄写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估计咱们听到这话也会纳闷，这也叫方法？但奥加米什强调，这已经足够让一个牧羊人变成放债人了。怎么样？难以置信吧？阿尔卡德虽然心存疑惑，但还是决心一试，毕竟奥加米什那么有钱，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阿尔卡德觉得自己收入这么少，要想有积蓄，那真得勒紧裤腰带，得不顾一切节省下全部的收入，只要不让自己饿死就行。结果又被奥加米什一顿痛批，他说，如果你每年存下你全部收入的1/10，10年后你能得到多少？阿尔卡德脱口而出，我能攒到我1年赚的那么多。你猜怎么着？奥加米什又不满意，他摇摇头说，你只说对了一半。原来在这位成功的放债人眼中，赚来的钱不是冷冰冰的待在那儿，而是可以活蹦乱跳，
问题就在于怎么样激活他们。按照奥加米什的话说，就是你存下的每一个金币都能为你工作，他们就像是你的奴隶。要想拥有数不尽的财富，那么不能守株待兔，就得用存下来的钱再生钱，而赚到的钱也要用来再赚钱，达到滚雪球的效应。阿尔卡德半信半疑的，但还是尝试按照放债人的法子开始攒钱。他每次拿到报酬后，首先取出其中1/10的铜币存起来。过了几个月，情况让他感到有点意外，这种存钱方式并不影响平常的花销，一点都不觉得钱不够用，甚至感觉不到这跟以前不存钱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当然，谁都喜欢好东西，有时候阿尔卡德走在街上也会忍不住想去潇洒一把，但存钱的念头好像已经发了芽，每次都能抵得住诱惑。后来阿尔卡德用存下来的钱进行投资，万事开头难，在吃了点苦头，交出一些学费后，最终找到了生财之道。当奥加米什明白这个年轻人已经学会了如何以钱生钱后，决定将阿尔卡德的名字放进他的合伙人名单里，帮自己管理产业。阿尔卡德幸运地接管了奥加米什的巨大产业，并通过努力将其发扬光大，他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变得相当富有。奥加米什去世以后，阿尔卡德又合法地继承了他的一部分遗产，结果你猜怎么样？他最终成为巴比伦最富有的人。听完了这个故事，我们看，其实致富的起点可以是非常简单的理财手段，不要担心生活质量。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必要的开销和无止境的欲望混为一谈。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估计我们不难从中找到一些可以减少或完全避免的开销，比如某些可有可无的社交花费就完全可以省下来。有人会说，阿尔卡德能够致富，不就是因为他运气好，被奥加米什看中，继承了他的产业吗？其实不是，你细想一想，阿尔卡德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坚持不懈地积攒收入的1/10，证明了自己具有坚定不移的意志。事实正是如此，哪里会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阿尔卡德的成功关键还是来自于自己的努力，但千万要记住，他并不是从不切实际的任务开始，而是选择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去做，去坚持，从容地一步步前进。这位叫阿尔卡德的小伙后来怎么样了呢？到他70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巴比伦的头号富翁，全国闻名。名气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巴比伦的国王都把他请为座上宾。事情是这样的，此前的巴比伦通过多年建设运河和神庙等宏大工程，给国家创造了伟大的繁荣，给人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但当这些基础建设都完成后，人民的生活却没了着落，一下子陷入困顿。巴比伦国王着急了，怎么办？希望在年轻人身上吗？他下令选了100个有志青年作为祖国的花朵，未来的栋梁。干啥呢？主要就是学习理财。学理财需要老司机带呀，于是又派人请来阿尔卡德这个理财达人，培训他们如何变得富有，而且是白手起家的生财之道。阿尔卡德首先传授的门道，估计各位已经能猜到了，对，就是将收入的1/10存起来的方法。阿尔卡德对一个卖蛋的年轻人说，可以尝试每天早晨往你的篮子里放进10个蛋，然后晚上从里面取出9个，坚持下去，迟早有一天篮子会满到装不下。与此同时，要做一个开销预算，这样就可以在花费不超过收入9%的前提下，有足够的钱来活下去，而且活得还不差。依照这个办法，学生空荡荡的钱袋逐渐鼓胀起来。这就是巴比伦的理财智慧，这里的财富就是由爱动脑筋的民众创造。假如你出生在巴比伦，那你人生的头等大事就是学习怎样成为一个有钱人。还记得咱们开头说的那位叫达巴希尔的人吗？我们现在再来讲讲他的故事。其实达巴希尔本来并不是奴隶，而是巴比伦的自由民，因为年轻时的放纵而欠下巨大债务，这才被迫逃离巴比伦，却阴差阳错被俘到叙利亚，成为了一名奴隶。在好心的奴隶主夫人的帮助下逃回巴比伦后，
达巴希尔决心打败自己唯一的敌人，那就是债务。达巴希尔还债的方法与阿尔卡德致富的手段如出一辙，那就是严格按照计划，把一部分钱存下来，一部分钱用于生活开支，除此之外还留出一部分钱专门用于还债。每到月圆之时，达巴希尔拿到薪水，对他们一家来说那是每个月的重要日子，他们都会存下收入的1/10，即便日子过得再艰辛，达巴希尔和妻子也只用收入的7/10维持生活，并且用其中2/10来偿还债务。他们尽其所能的还债，同时也想办法用积蓄去赚钱。达巴希尔有个特长，他很熟悉骆驼，知道怎么挑选身强体壮的骆驼，于是他找准机会买下了一些品质优良的骆驼，小试牛刀就赚到了42块银币。最终达巴希尔偿还了所有以前欠下的债务，他发现其实还债要比逃债容易得多。这些经历被他刻写在泥板上，多年后穿越时空，成为帮助英国一对教授夫妻还债的指导手册。可见古老的智慧在今天依然不过时呢。刚刚我们说了如何做储蓄，我们来总结一下，储蓄不会降低生活质量，因为它可以帮助你区分哪些是不必要的开支。把收入的1/10存起来，你就已经踏上了致富之路，并且存下来的每一分钱都让他们为你工作，用钱再生钱，慢慢滚雪球。从本书几位巴比伦巨商的经历看，这个方法便于操作，而且还很有效。你也不妨从今天起试一试。第二部分，如何做投资，如何让钱再生钱。投资的具体手段当然有很多，但万变不离其宗，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书中首先谈到了投资的风险问题。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要想投资就要冒险，风险越大赚得越多，这种观点再熟悉不过了吧？但在巴比伦的富人看来，这种想法完全不可取。投资赚钱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保资金安全，所以一定不能盲目。前面讲到，阿尔卡德开始投资赚钱时交过学费，我们来看看他吃过什么亏。在存了1年的钱之后，阿尔卡德想用钱生钱，做个什么样的投资呢？他想起认识的一个专匠，这家伙经常出海远航，正巧给阿尔卡德介绍来了一笔生意，说可以在提尔港帮他买一些腓尼基出产的上等宝石，等回来时高价卖掉，赚来的钱2人平分。这个来钱的法子简直太轻松了。阿尔卡德想，我足不出户就能赚到大钱，专匠的许诺听上去是那么的美好，何乐而不为？结果事与愿违，悲剧发生了。腓尼基人卖给专匠的宝石看起来璀璨夺目，实际上只是一文不值的小玻璃块，可怜的专匠毫无辨识能力。奥加米什听到这件事后又及时地出现了，这一次他给阿尔卡德带来的指点是，必须分清哪些建议是值得听从的，而哪些又是毫无用处甚至彻底错误的。他说，相信一个专匠懂得珠宝简直就是滑稽，从一个毫无理财经验的人那里学习理财知识，注定一败涂地，血本无归。想想我们是不是也干过这种蠢事？从7大姑8大姨还有邻居呢，听说了点消息，盲目跟风地买过一些理财产品，结果等亏本了才猛然醒悟，发现当初建议自己买这款产品的某某根本就是个外行。阿尔卡德毕竟是阿尔卡德，虽然出师不利，第一笔积蓄打了水漂，但他没有被击倒，一切又重新开始，继续每个月从收入里存下1/10的铜币。好在之前已经逐渐养成这样的习惯，从头开始攒钱也不是什么难事。再次投资时，阿尔卡德学乖了，到处寻找精通业务的内行，最终找到一位做青铜盾牌的工匠。阿尔卡德听说这名工匠资金短缺，就将积蓄委托给他，让他用这笔钱去买制作盾牌的青铜，这就好比是资金入股。工匠的盾牌质量很好，销路更广，因此每4个月会付给阿尔卡德一笔利息作为回报。阿尔卡德的投资理财之路就从这里真正开始了。那100个巴比伦的青年亲耳聆听了阿卡尔德分享的这段经历，他们开始明白一个道理，要让每一个钱币都在工作，像兽群那样不断繁殖，关键就在于
投资时要参考内行人的建议，要将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办。阿尔卡德可不只是对这些巴比伦的花朵传授人生经验，在此之前，他最重要的教导对象是自己的儿子诺马瑟。和今天许多富二代不同，诺马瑟在年轻的时候并没有得到老爹的照顾，不是坐在金山银山上直接继承家业。阿尔卡德的教育方式是让儿子自己出去打拼，他给了诺马瑟一袋黄金和一块泥板。黄金是路费和创业的启动资金，而泥板则好比是诸葛亮的锦囊。阿尔卡德在那上面写下他总结出的黄金的5条法则，这些法则听上去并不深奥，但却是智慧的总结。在强调从储蓄开始积累财富之后，更多的是谈到如何投资。阿尔卡德反复强调，要对于已经到手的黄金务必妥善保护，要谨慎投资，相信内行的眼光和建议，远离骗子和阴谋家的鼓吹引诱。阿尔卡德要诺马瑟凭借这2样东西，用10年的时间去闯荡世界。他给儿子定的规矩是，必须先去摸爬滚打，如果证明确实有获取财富的能力和智慧，到那时才能把家业交给他继承。10年后，诺马瑟如约返回巴比伦，父亲为他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在朋友和亲戚见证下，诺马瑟讲述了自己10年的经历。他刚到一个新的城市时，成了骗子眼中的肥肉，因为涉世未深，连续遭到欺骗，把一整袋黄金花得精光，富家公子落魄江湖，那叫一个惨。不过诺马瑟身上继承了阿尔卡德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并没有消沉下去，想起了父亲的泥板，从中汲取了力量。还好，诺马瑟找到了工作，去管理修建新城墙的奴隶，这让他有机会开始践行泥板上关于黄金的5条法则。诺马瑟是怎么做的呢？他先从第一笔收入里存下了1个铜币，这是不是很熟悉？看来最简单的方法往往最有效。当有了一定积蓄时，诺马瑟和这群奴隶的主人成为了朋友。很快，赚大钱的机会来了。奴隶主发现这个地方缺少金属，而城墙建成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给每一个出入口安装高大厚实的青铜门。很显然，到时候谁手里有金属，谁就能发大财。说干就干，他们一起组织了一个商队到远方采矿，把那些用于制造城门的金属运回来。由于他们未雨绸缪，果然大获成功。国王高价收购了他们独家供应的金属。诺马瑟发了第一笔财，为他之后更大的成功奠定基础。这说明什么？说明初入行的人想投资，只有在经验丰富的前辈指导下，才能一炮打响。老司机不是盖的呀。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如何规避风险。这个故事发生在奥加米什的同行马松身上，他也是巴比伦一位成功的放债人。一天傍晚，马松的朋友来找他，说自己遇到了烦心事。原来他新设计的长矛赢得了国王的欢心，得到了50块金币的赏赐。他从没得到过这么大一笔财富，本来心情是非常激动的，然而现在却感到十分困惑。为什么呢？原来他这位朋友的姐姐一直希望自己的丈夫成为富商，但觉得他一直没有遇到过什么好机会。现在弟弟发了横财，他跑来求弟弟把金币借给姐夫做生意，等赚到钱后就还给弟弟。这让他朋友非常为难。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恐怕也遇到过这种事。朋友来借钱想搞投资，但要干的事一听就不靠谱，又怕拒绝会尴尬，搞得不知如何是好。来看看马松是怎么建议的吧。这位聪明的放债人在听完朋友的倾诉后，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讲了一个寓言故事。有个能听得懂动物语言的农夫，一天傍晚，他在自己的农场里听到公牛向驴子抱怨，每天从早到晚拉犁耕种，几乎没有喘口气的机会，而驴子只需要驮着主人出门就行。如果主人哪儿不想去，他就可以舒服地吃着草休息一整天，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让公牛愤愤不平。驴子脑筋转得快，他建议公牛等早上奴隶过来套犁时，躺在地上装病。第二天早上，公牛采纳了驴子的建议，奴隶果然向农夫回话说公牛病了，没法拉犁。你猜农夫的回答是什么？
把犁套在驴子身上，让他代替牛工作好了。结果一心想帮助朋友的驴子干了整整1天活，腿脚疲累，心中痛苦，真叫偷鸡不成蚀把米。这件事此后，驴子和公牛彼此就再也没有说过话，他们友谊的小船沉到海底去了。马松说，这个寓言教会人一个教训，那就是帮助朋友固然是好事，但不要反受其累，没必要把他人的负担转移到自己身上。马松自己在放债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他会精准地判断借债人是否有偿还能力，要求每个借债的人都要留下一个抵押物做担保。长期的实践告诉马松，最安全的借贷是借给那些本身拥有的财产大于借款额的人，退而求其次，那也要是个具有个人信用基础并有挣钱能力的人。总而言之，规避风险，成功放贷是不二真理，这也是阿尔卡德在讲习店所提醒的。说到什么样的投资比较有把握，阿尔卡德特意说到房子的问题，那就是要投资房产，拥有自己的房子。因此房子是一份完全有价值的财产，并且可以不断获利。这对于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听起来真是毫无违和感啊！在房子问题上，看来古今中外所见略同。其实无论放债还是购房，都是为了保证未来的收入持续并有保障。我们来总结一下，上面这些故事都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投资要合理谨慎，不要不顾风险一味追求高利润，在能得到预期回报的项目上，利润合理就行。总之一句话，要避免不切实际的投资。那是不是只要小心谨慎，就一定能赚到大钱呢？凡事都没有绝对。我们刚才强调投资时不要轻易冒险，但并不是说任何时候都要左思右想，犹犹豫豫。实际上，在本书看来，要想通过投资赚到更多的钱，既要谨慎又要果断。这两方面看似有点矛盾，其实手心手背，相辅相成。不信的话，下面来看看书中讲到的反面例子。还是来说阿尔卡德吧，他不仅曾向年轻人传授理财经验，也曾在巴比伦的讲习店里与许多人一起讨论关于财富的话题。一位年长的商人先说了自己的遭遇。多年以前，当他还是个年轻人，刚刚结婚时，父亲建议他经营巴比伦城墙外的一大片荒地。由于这里高出运河，没有水能到达那里。父亲的朋友准备买来这块地，通过建造3个大水车的方法，把运河水抽上用于灌溉。等到把这块荒地改造为良田后，计划分割为多个小块田地，卖给城中居民种植，大赚一笔。非常遗憾，尽管父亲再三建议，商人还是未能及时加入到这个计划中来。为什么呢？说出来真是难为情。原来他是被东方运来的美丽长袍迷了眼，用手上的钱享受装扮自己带来的快乐。享乐主义害死人啊！但这种事在我们的身边是不是也经常发生呢？为图一时快活而耽误了正事，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改造荒野的计划怎么样了？那最后获得的利润超出所有人的预期，朋友赚得走不动路。不出意料，商人为自己的迟疑不决感到万分后悔。他说，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面对机会犹犹豫豫，在仔细考察之后还迟迟不出手，才会让好运从手边白白溜走。一名贩卖牲畜的中年人也忍不住说话了，他同样与发财良机失之交臂。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他在外花了10天时间寻购骆驼，这趟行程没什么收获，简直令人沮丧。中年人在一天傍晚回到巴比伦，城门已经关闭，这种火上浇油的情况让他十分恼火，只好和奴隶们一起在城外搭帐篷过夜。这时，一个同样也被锁在城外的农夫跑过来找他，要把一群刚刚赶来的绵羊卖给他，理由是妻子突然得了重病，他必须尽快赶回去照顾。牲畜商人动心了，他很有经验，从羊的叫声就听出这是一个品质优良的羊群，而且农夫开价也非常合理。可是在黑夜里没法数得清到底有多少羊，不知道农夫说的900只是否故意夸大。中年商人坚持要等到天亮点清羊群数目后才愿意付钱给农夫。第二天早上，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中年商人还在梦中呢，城门就开了，4个商贩急匆匆出城，跟农夫购买羊群。原来城市遭受敌军围困，食物短缺，情急之下，他们开出的价竟然是之前价格的3倍。农夫当然毫不犹豫接受了这个价格，把羊群卖给了城里的商人。等中年人醒来后，原本属于他的机会，大赚一笔的机会，就跟自己擦肩而过了。机会有时就是这样，在某一个晚上会不期而至，出现在我们脑海里的第一个判断，往往就是最好的判断，而很多时候正是我们的犹豫不决导致痛失良机。当真正的机遇到来时，可就不能迟疑了。什么样的人总会得到幸运女神的垂青呢？书中的答案是果断行动的人。在投资领域，行动力看来和风险意识同样重要。总结，在《巴比伦最富有的人》这本小册子中，克拉森传达了关于致富的几个关键信息。简要总结一下，要想致富，掌握2个要点：妙手储蓄和精明投资。储蓄并不会降低生活品质，反而能帮助你识别不必要的开支。将收入的1/10存起来，这是踏上致富之路的第一步。存下的每1分钱都应该为你工作，实现资金的再生。这个方法易于实施且相当有效。至于投资，要谨慎合理，规避风险，不要盲目追求高利润而忽视潜在的风险。在有望获得预期回报的项目上，合理的利润足够。同时，行动力也至关重要，抓住好机会，果断决策，这样才能赢得幸运女神的眷顾。对于正在考虑如何理财的你，这些方法是否能够启发你呢？好了，本期就到这里。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也欢迎你在留言区给出你的分享。我们下一期再见。